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老朋友。今天我們要聊的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非常具體的時空節點，2025年12月的東京。請各位先閉上眼睛，跟我一起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現在是北半球的深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第2航站樓，這裡是無數國際旅客抵達日本的第一站，是連接這塊島國土地與廣闊世界的咽喉要道。空氣裡彌漫着一種非常特殊的味道，那是混合了免稅店高級香水味、星巴克咖啡豆的焦香味，以及長途飛行後旅客身上特有的那種疲憊與興奮交織的氣息。巨大的落地窗外是一望無際的灰白色停機坪，寒風凜冽，但航站樓內卻是暖氣充足，人聲鼎沸。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就在這個看似平常的午後，一場足以讓海峽兩岸數億人心態發生劇烈震盪的視覺戰爭正在悄然上演。這場戰爭沒有硝煙，沒有導彈，甚至沒有大聲的爭吵，它只是一塊看板，一條通道，卻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切開了一個中國這層精心包裹了半個世紀的厚重外衣。如果你站在入境審查大廳的高處俯瞰，你會看到一幅極具諷刺意味，甚至可以說是充滿戲劇張力的畫面。人群在這裡被分成了兩股截然不同的洪流，左邊是一條寬敞、通暢，甚至可以說是絲般順滑的快速通道。這裡走着的是什麼人？是手持深藍色封面的美國護照持有者，是拿着酒紅色封面的歐盟護照持有者，以及那群手裡緊緊攥着墨綠色護照的台灣人。他們的表情是輕鬆的，步伐是輕快的。他們只需要掏出手機，打開那個被稱為 Visit Japan Web 的系統，在發着幽藍光的掃描口上輕輕一掃，滴的一聲，幾秒鐘，閘機打開，他們笑着走向行李提取處，仿佛回到了自己家一樣自然。而在右邊是一條蜿蜒曲折，仿佛永遠看不到盡頭的長龍。這裡擠滿了誰？這裡擠滿了一臉焦急，甚至帶着一絲慍怒的中國大陸旅客。他們手裡拿着紅色的護照，每個人都在低頭檢查手裡厚厚的一疊打印文件。隊伍移動的極慢，每過一個人都要接受審查官嚴格的人工核對。審查官會反覆翻看簽證頁，會詢問來意，會核對酒店訂單。空氣中彌漫着一種焦躁不安的情緒，時不時還能聽到幾句帶着濃重口音的抱怨聲。這本來只是行政效率的差異，對吧？本來只是免簽與續簽的技術性區別，但是在那塊巨大的懸掛在頭頂的指引看板上，這種差異被固化成了一個極具政治殺傷力的符號。在那塊看板上，視覺設計師仿佛是有意為之，將中華民國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不僅清晰高亮地展示了出來，而且在視覺排版上，它被置於了5星紅旗的上方，或者在某些區域乾脆被列為了與中國完全平行的獨立類別。箭頭指向左邊，寫着台灣其他免簽國，那是文明的快車道。箭頭指向右邊，寫着中國需簽證國家，那是管控的慢車道。這一幕被剛好排在右邊隊伍裡的一位中國大陸遊客拍了下來。這不僅僅是一張照片，這是一顆丟向簡中互聯網的深水炸彈。照片傳到了微博，傳到了小紅書，標題大概是避雷，成田機場赤裸裸辱華。瞬間整個簡中互聯網炸鍋了。這就是著名的2025成田機场看板事件。憤怒的小粉紅們在鍵盤上敲打着最惡毒的詛咒，他們的手指因為憤怒而顫抖，屏幕上的字眼充滿了火藥味。他們質問日本海關：你們是不是瞎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要分開？他們痛斥，這是赤裸裸的挑釁，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他們甚至呼籲要發起新一輪的抵制日貨運動，喊着雖遠必誅的口號，仿佛要把成田機場的屋頂掀翻。但是朋友們，當這些憤怒的評論在網絡上鋪天蓋地，流量爆炸的時候，現實世界中發生了什麼呢？什麼也沒有發生。成田機場的看板依然高高掛着，那個青天白日的旗幟依然在 LED 屏幕上閃耀，台灣旅客依然談笑風生，走着他們的快速通道去趕那一班通往新宿的成田特快。
而大陸遊客依然只能在憤怒中乖乖地排隊，乖乖地接受審查。這種看得見卻幹不掉的無力感，這種你在網上罵得震天響，我在現實中按規則辦事的冷漠感，恰恰是2025年東亞地緣政治最真實的寫照。這塊看板絕不僅僅是一個美工的失誤，也不是一次偶然的行政疏忽。如果你把視線從成田機場拉高，投向幾千公里外的沖繩海域，再投向東京千代田區的國會議事堂，你會發現，這是一場系統性的、精心策劃的、針對北京一中原則的全面圍剿。首先，我們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成田機場的那個看板，在國際政治學裡到底意味着什麼？在外交領域有一個非常高級的概念，叫做符號主權。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一個國家是否獨立，往往不是看它在聯合國的那個大廳裡有沒有一把椅子，而是看它在國際通行的規則體系裡，在普通人的日常感知裡是否被區別對待。北京長期以來花費了數千億美元，動用了龐大的外交資源，幾十年如一日，就是在做一件事：視覺抹除。他們在視觉和認知上試圖把台灣徹底抹去，把台灣混同於中國的一個省。他們要求所有的國際航空公司把 Taiwan 改成 China Taiwan， 要求所有的国際組織把台灣拒之門外，甚至要求跨國企業的下拉菜單裡不能出現台灣的字樣。這是一種認知戰，目的是讓全世界的人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台灣屬於中國。但是日本成田機場的這一招叫做行政實務的降維打擊。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在正式的外交公報上承認台灣，那可能會引發戰爭，那是熱戰的範疇。但是在機場通關、在護照查驗、在防疫檢疫、在駕照互換這些具體的行政實務上，日本擁有絕對的解釋權和操作權。日本給出的理由非常正當，正當到北京根本找不到反駁的切入點。日本外務省的官員可能會一臉無辜地推推眼鏡說，這完全是基於效率和風險管理的安排啊！你看，台灣護照持有人享有免簽待遇，而且台灣的防疫標準、社會信用體系、犯罪率數據與日本高度互信，所以為了機場的通關效率，為了不讓旅客擁堵，他們理應適用快速通關。而中國大陸護照持有人需要簽證，且兩國的信用體系不互通，非法滯留風險較高，所以必須走人工通道進行嚴格審核。這一套邏輯簡直是無懈可擊的行政太極拳。北京能說什麼？北京能指責日本為了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是錯的嗎？不能。北京能要求日本給中国大陸護照免簽嗎？日本會禮貌地鞠個躬，然後拒絕，理由是非法滯留風險。於是在這個無懈可擊的行政邏輯之下，台灣和中國在物理空間上被隔離了，在視覺符號上被徹底區分了。對於成千上萬路過這裡的世界各國旅客來說，他們看到的不是複雜的地緣政治論文，他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台灣人和中國人在日本政府眼裡就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人，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政體，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待遇。這種潛移默化的常識構建比100篇外交部的嚴正聲明都管用，因為它直接作用於人的直觀感受。當一個德國遊客看到台灣人走左邊，中國人走右邊，他腦子裡自然就會形成一個概念：哦，這是兩個國家。而且這不僅僅是成田機場。如果你去觀察2025年的日本，你會發現這種區分已經滲透到了日本社會的毛細血管裡。在日本引以為傲的 JR 鐵路系統裡，針對外國遊客的優惠通票，台灣遊客有專門的繁體中文界面和購買通道，而這個界面是與簡體中文的中國區完全分開的。甚至在某些各種旅遊 App 上，台灣被單獨列為一個大區，而不是歸在大中華區下面。在藥妝店的免稅櫃檯，那些訓練有素的店員會熟練地分辨護照的顏色。當他們看到綠色的台灣護照時，眼神裡會流露出一絲放鬆和親切，因為大數據的統計告訴他們，台灣客人的消費力強，禮貌程度高，很少大聲喧嘩，也很少因為一點小事就大鬧櫃檯。而當他們看到紅色護照時，身體會本能的緊繃，因為他們要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溝通障礙或者情緒衝突。這種民間氛圍和行政操作的共振，
讓北京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尷尬境地。他們可以抗議日本首相的講話，但他們沒法抗議全日本幾萬個便利店、幾千個車站、幾百個機場櫃檯的日常操作。這種去中國化的趨勢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讓一中原則在日本社會實際上已經淪為了一張廢紙。如果說機場看板對於北京來說還只是面子問題，是傷害了民族感情，那麼緊接着發生的軍事攤牌才是真正讓北京脊背發涼的裡子問題。大家肯定都還記得，就在那個寒冷的12月，也就是成田機場事件發酵的同時，發生了一场震驚世界的12.6空中對峙。那天，解放軍的歼負15戰機在東海防空識別區邊緣對日本航空自衛隊的戰機進行了長達30分鐘的火控雷達鎖定。請注意，是火控雷達鎖定。這在軍事上意味着什麼？這就相當於有人拿着一把上膛的槍頂在了你的腦門上，手指已經扣在了扳機上，只差最後1毫米，戰機座艙裡的警報聲會凄厲的尖叫，飛行員的腎上腺素會瞬間飆升。這根本不是什麼擦槍走火，這是赤裸裸的戰爭邊緣試探。這是北京對日本新上任的鷹派首相高市早苗進行的一次瘋狂的外交應急反撲。因為高市早苗上台後直接掀了中日關係的桌子，這位被稱為日本鐵娘子的女性政治家不再像她的前任那樣玩弄曖昧的文字遊戲。她在國會的施政演說中直接將封鎖台灣定性為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這6個字，存立危機事態，字字千鈞。在法律上，她直接解除了日本自衛隊的封印。根據日本的安全保障相關法，一旦認定為存立危機事態，即使日本本土沒有受到直接攻擊，只要盟友，比如美國或事實上的盟友台灣受到攻擊，威脅到了日本的生存，日本就有權行使集體自衛權，直接開火參戰。北京慌了，他們試圖用雷達鎖定的戰爭恐怖來逼日本退縮，來測試高市早苗的底線。結果呢，北京再一次賭輸了。日本非但沒有被下跪，相反，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凌晨2點把全東京的記者叫起來開緊急發布會。他沒有像以前那樣表達遺憾，而是高調曝光了所有細節，包括雷達鎖定的頻率、時間、軌跡，甚至公布了現場錄音。緊接着，日本輿論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一片譁然。但這種譁然不是恐懼，而是憤怒和覺醒。日本社會迅速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共識。你看，中國已經瘋了，他們真的會亂來。如果我們現在不和台灣站在一起，等台灣倒了，下一個被雷達鎖定的就是沖繩，就是東京。這種危機感反而成了高市早苗推動修憲擴軍、強化日美台同盟的最強助攻。北京的武力恐嚇成了日本軍事正常化的催化劑。這簡直就是戰略上的回旋鏢，狠狠的、精準的砸在了北京自己的腳上。現在，讓我們把視線收回來，重新審視成田機場的那塊看板，你會發現它不再是孤立的。成田機場看板的辱華，是日本在民用行政領域對一中原則的掏空；高市早苗的存立危機，是日本在法律政治領域對一中原則的否定；歼負15鎖定事件後的強硬反擊，是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對一中原則的物理抵抗。這就形成了一個全方位的、立體的去中國化包圍圈。在這個包圍圈裡，台灣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台灣在國際上往往被描述為麻煩製造者，或者是需要被同情的弱者。但現在，在成田機場的快速通道裡，在東京國會的辯論聲中，台灣變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盟友，變成了一個獨立存在的高價值的實體。成田機場把台灣和中國分開，不是因為他們愛台灣，我們要清醒，國際政治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而是因為在他們的行政邏輯和國家利益裡，台灣就是一個高信任度的國家，而中國是一個低信任度的國家。這種分類是基於數據、基於價值觀、基於行為模式的理性判斷，這對中國大陸的那些小粉紅來說，無疑是最痛苦的打擊。你想想看，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告訴他們，台
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日本是他們的手下敗將，中國是萬邦來朝的天朝上國。他們帶着這種虛幻的優越感來到日本，結果在機場的第一站就被現實狠狠抽了一耳光。他們看到台灣人走在他们前面，享受着免簽和快速通關，而他們自己卻被攔在紅線之外，被反覆盤查。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讓他們在微博上無能狂怒。他們罵日本，罵台獨，罵一切，但他們罵得越兇，越暴露出他們內心的虛弱和自卑。因為他們發現，不管他們在網上怎麼贏，不管他們在戰狼電影裡怎麼贏，在現實世界裡，規則不是他們定的，世界也不是圍着他們轉的。更讓他們感到絕望的是，這種區別對待正在成為全球的常態。不僅僅是日本，在歐洲的布拉格機場，在北美的溫哥華，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在行政實務上給予台灣特殊的待遇，比如快速通關 E-Gate， 比如駕照互認，又比如在入境表格上把台灣單列。這些國家不需要像美國那樣通過一個轟轟烈烈的法案來刺激北京，他們只需要在海關的電腦系統裡改一行代碼，只需要在機場掛一塊新看板，就在事實上，在操作層面上承認了台灣區別於中國的獨立地位。這叫切香腸嗎？不，這叫溫水煮青蛙。等北京反應過來的時候，他們會發現全世界都已經習慣了台灣不是中國這個事實。再看日本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在2025年也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質變。面對中國發出的旅遊禁令，面對中國用來懲罰日本的經濟手段，日本人的反應不是恐慌，而是幸災樂禍。在日本的社交媒體 X 推特上，當聽說中國要限制遊客來日本時，最高讚的評論竟然是太好了，京都終於可以清靜了，沒有了吵鬧的團客，我們的街道變乾淨了，公交車也不擁擠了，生活質量提高了，熱烈歡迎，請務必堅持下去。在銀座的百年老店裡，店主會悄悄告訴你，雖然中國遊客買得多，但他們更喜歡接待台灣遊客和歐美遊客，因為那種尊重和禮貌是金錢買不來的。這種寧願少賺錢也要保住生活方式，寧願窮一點也要和中國劃清界限的態度，徹底擊碎了北京以為可以用龐大市場規模來綁架日本的幻想。以前北京覺得我有錢你就要聽我的，現在日本告訴他，你的錢太髒，不僅僅是髒，還帶着刺，我不想賺了，甚至你的人我都不想見了。當一個國家連錢都不在乎的時候，你還能拿什麼來威脅他？這場發生在2025年冬天的事件，讓我們看清了一個殘酷而又充滿希望的現實。東亞的地緣政治已經進入了一個比狠、比硬、比耐力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碰撞和意志對決。日本已經做出了選擇，他選擇站在了民主陣營這一邊，選擇了和台灣站在一起。這不僅僅是因為價值觀，更是因為生存。日本深知，一旦台灣失守，日本的能源生命線就會被切斷，南西諸島就會直接暴露在解放軍的炮口之下。所以，保衛台灣就是保衛日本自己，這不再是一句口號，這是一個沒有任何退路的戰略死結。而對於中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戰略困境。他們原本以為只要搞定美國，台灣就是囊中之物。現在他們發現，在台灣前面還擋着一個意志堅定，並且在行政、法律、軍事各個層面都做好了準備的日本。成田機場的那塊看板就像一面鏡子，它照出了那個龐大帝國在面對現代文明規則時的格格不入，照出了它的進退失據。它越是咆哮，越顯得孤獨；它越是想要抹殺台灣的存在，台灣的身影反而越清晰。最後，我想對每一位台灣朋友說幾句心裡話，這或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局勢在升溫，風險在加大，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但同時這也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時刻。它告訴我們，德不孤，必有鄰。當你在異國他鄉看到那面旗幟被高高掛起，看到台灣的字樣被列在快速通道上，看到日本海關人員對你露出微笑時，請記住，這不僅僅是一個方便的行政安排，這是台灣幾代人用勤勞、用民主、用高素質的公民行為一點一滴打拼出來的尊嚴。這是國際社會對台灣人生活方式的最高認可。
這是我們那本墨綠色護照裡看不見但摸得着的含金量。不管對岸如何叫囂，不管他們如何試圖在地圖上抹去我們，只要我們堅持我們的價值，只要我們守住我們的生活方式，世界就會為我們開闢出一條快速通道。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如果你也為台灣在國際上贏得的這份尊重而感到自豪，如果你也看清了這場東亞大博弈背後的真相，請不要吝嗇你的點讚和轉發，把這個故事講給你身邊每一個關心台灣命運的朋友聽。讓我們一起在這個動盪的世界裡保持清醒，守望相助，昂首挺胸地走在那條屬於文明的快速通道上。我們下次見。